好，那关于这个 GC Easy 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应该说呢，是一款非常不错的在线的 GC 日志分析的一个工具啊。这个界面呢做的也非常不错。行，这个呢咱们就过了。然后的话呢，咱们再看一下啊，在上篇呢也稍微提到过，这个叫 GC Viewer 啊。这个 GC Viewer 呢也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这个分析工具，它呢是一个离线版的，就是需要我们去下载啊，这个不是在线的，是开源的啊。这个小工具的话呢，能够读取像Sun公司啊、Oracle 是吧？现在已经被 Oracle 收购了啊 ，IBM 啊、惠普啊、BA 啊等等这些虚拟机它们产生的这个日志文件啊，它都可以呢进行一个有效的读取啊，通过这样的一些指令生成的，对吧 ？OK， 还可以呢分析相关的一些指标啊，这个呢一般的日志分析工具都应该有这样的功能啊，如果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呢，那跟我们自己肉眼看也没什么区别，是吧？它必须得有这样的一些功能了。这个安装的话呢，大家直接从这个 GitHub 上给它下载下来就可以了。啊，下载完以后呢是这个jar文件，然后把这个jar文件呢直接给它跑起来就行。这儿呢我在这个软件里边也给大家提供了啊，双击一下啊，这个我就直接双击了啊，双击呢就能把它启动起来。这个一看到这界面的话呢，还是挺朴素的，是吧？感觉像是这个上个世纪的啊，上个世纪这种朴素风啊。那这块呢，咱们找一下这个地盘里边，咱们那会儿生成的这个 log 文件啊，往后找啊，这是一个，这是咱们对应的那个堆空间移出的，还有啊，这个是咱们这个原空间移出的，咱们看这个吧，把它打开一下，看这就出来了。行，这里边的话呢，你看这是相应的算是这个叫时间轴吧，这个因为咱们报这个 OM 出现的比较快啊，所以你看这个图展呢感觉就非常短，是吧？啊，有点可怜啊，有点可怜。这里边呢涉及到就是咱们你看啊，这个 GC 的，还有这个 for GC 的，也就是说呢，咱们关于这个上边呢算是这个叫这个 young GC 是吧？下边这个 for GC 它呢相应的这个数据，就是咱们自己打开那个 log 文件呢，相当于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对吧？咱们上一节分析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分析的吗？Parser 这块呢说的是我们这个 GC Viewer 它的一些版本啊等等等等一些基本的一些信息啊，这就过了。那这块呢好像我们能挖掘的信息呢比较有限啊，主要呢就是我们看这块了。关于这个比如说最大的在 GC 之后我们最大的一个堆它的一个比例啊 total 的一个 heap 一个比例啊等等等等，这块我就不详细的这块展开的去说了。我们主要关心这个 GC Viewer 它分析的数据呢应该是在这块，对吧？应该是在这块给我们展现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OK 行，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事儿，这就过了像下边这块有这个具体的吞吐量等等的是吧？它的一个说明好，这个工具呢咱们就不深入的再给大家去说了也比较简单这个大家呢直接上手呢看就行了，主要呢还是结合你具体的这个业务，你去看这个数据呢，我们想挖掘到底什么样的信息具体问题呢得具体分析工具本身呢其实很简单。那这个工具完了以后呢，还有另外的两个一个 GC Histo 一看这个 Histo 呢就是直方图啥的是吧？前面呢我们没少说这个 Histo 这个 GC Histo 呢，它是一款专业的 GC 日志分析的工具分析这样的一些情况，通过列表、报表、图表展示就跟上边这个 Viewer 呢也类似这个呢我就没有具体的去下载来给大家打开了，就是还得从这个 ICVN 上呢给它拉下来做个编译当然这个本身呢倒不是特别难，关键的就是说这个工具的话呢现在也没怎么维护了还有不少的 bug， 所以说这块呢大家也就了解一下就行了界面呢也很粗糙这个就算了你看整体来看的话呢，我们这个 GC Easy 看着还是比较 fashion 的是吧？至少这个页面的话呢像是这个实际的还有这个叫惠普其实就跟惠普有关系的Gmeter这个工具也可以，当然主要呢是分析这个惠普机器上的一些日志文件惠普机器上一些日志文件，而且呢这个除了这个 verbose GC 这个参数能识别之外呢，其他这个参数呢还无法识别就是那应用呢也很窄了就了解一下就行那这儿呢就是我们提到了整个这个日志分析工具的这样的一个使用情况那至此的话呢，咱们万事就具备了，那下边要干什么呢？后边我们能做的就是关于这个 OOM 我们真正在生产环境当中出现这样的问题了，我们该如何去解决，如何去排查，那我们需要储备的一些知识都是我们在这一章之前包括中篇包括上篇讲解的这些知识的一个累积我们就可以去出山去实操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这儿呢我们就先说到这儿。